上是小夫妻騎頭小七七，我是雪兒。提到大理啊，大家想到第一個是古城。不過其實你要感受在地人真正的生活，你一定要來到在地人的早市。我現在在的是銀橋街趕集，有沒有看到旁邊就是雲南的特產野生的菌子？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要帶大家來品嘗一下雲南在地特色的早市，有哪些小吃，有哪些新鮮的水果呢？銀橋街趕集只有特定的日子才有哦。趕集的時間是每個月的農曆初5、13、20以及28號。平常的話就是一般的菜市場，但是趕集的日子會特別的熱鬧，攤商特別的多。要一份嗎？啊，一份。醬會辣嗎？醬是有微辣。我們來這邊吃大理的特色菜，其中一個是樣鼻捲粉。其實我覺得它名字還蠻特別的，怎麼會有個鼻子呢？這個捲粉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內餡是核桃醬，以及剛剛看奶奶還放了一些酸菜絲，最後再用花生來點綴。其實我剛剛有點擔心那個醬會不會很辣，我就有問一下奶奶，奶奶說不会辣。核桃醬的確味道非常的濃醇，吃起來味道沒有很辣，只有微微的提味，再加上酸白菜，吃起來蠻開胃的哦，接近台灣潤餅的味道。裡面的內餡加的是雲南當地的一些調料，夏天吃應該是非常的適合，因為它皮涼涼的。我看它前面這一攤好像滷味攤哦。這間喜味黑鴨聽說非常的厲害，很多人推薦一定要來吃這間。像我們台灣滷味，那你就自己夾，他會幫你稱重之後問你要不要辣，我跟他說不要辣，所以辣度是可以調整的。那每個東西的價格不一樣，這樣夾下來沒有很貴，8塊錢人民幣。另外觀察到旁邊有老爺爺也來這邊夾。我表示它的味道已經受雲南當地人老一輩認可。這邊真的超接地氣的，早上的早餐，這邊地上都有幾攤什麼紅豆紫米，這看起來像是玉米粥，然後茶葉蛋、油條。阿公阿嬷會背菜籃來這邊買菜，跟你說這邊真的是當地人每周會固定來這邊買菜的地方。買完之後，我第一件事情在找什麼？我在找叉子，結果沒有叉子，是手扒雞的袋子。因為它有一些鴨脖、鴨胸，它給你手套是拿去吃這些肉食的。它的醬料很特別，不是死鹹的那種，它有香辣麻，而且很奇妙的是，我剛剛吃的他們的鴨料理配那個醬，反而可以襯托出鴨肉的甜味。除此之外，還蓋掉鴨肉的腥味。有的料理它不好的話，會臭到讓你就想吐掉。它沒有，因為花椒、辣跟香都把那個鴨的腥味都蓋掉。我發現那邊除了很接地氣之外，也非常多的炭火香氣。有看到我後面霧霧的嗎？不是在仙境，因為左右兩邊很多都是用炭火現烤，所以很多的煙在這裡。搞得很像中秋節。姐姐，我们的好了嗎？2分鐘，好，2、3分鐘再回來。這個值得等，老闆娘烤了15分鐘，炭火明火去烤，烤得焦焦脆脆的，肉質啊鮮嫩多汁。我以為會烤過頭，或者是烤到太乾，沒想到真的還蠻好吃的。烤的方式，它會先切開，用2根叉子攤開，讓雞腿肉均勻受熱，均勻的裹上醬汁，吃到雞腿35塊台幣，這只叫做銷魂雞腿，果然也很銷魂，很帶勁。銀橋趕集最迷人的不是只有美食，還有下一秒不知道會遇到什麼的驚喜感。因為接下來我看到一些很特別、平常不會看到的東西。這是什麼啊？血腸哦，血腸，15塊1斤的血腸，這個是什麼東西？野生蜂蜜，是吃的嗎？是的。這個只吃關鴨，不吃豆腐打包，相當好。聽不懂。肉乾，玉殼化痰。對，大腸才有。這有點像結晶哎，而且外面看起來很像自然形成的白糖在上面，外表看起來很硬，但是你入口之後一咬它就碎了，沒有你想象中很甜的蜂蜜味道。
反而有一點點荊棘的香味散發出來，很特別耶。那顆是石頭還是什麼？不是石頭，那是蜂巢嗎？不是蜂巢。哇，好厲害哦！大山裡面才有。有一攤很特別啊，我在這邊看到好像有在幫老人家銀髮族年假牙的服務，很奇妙哎。前面啊有看到還有人在賣掃把。在旁邊，老鼠弄破當場止，1分06秒，120都救不了。這個是什麼？辟邪用的，放在哪裡啊？這個是放在包包上面，和床上、病床上都不能換嘛。哦，好可愛哦。漏的。很有人气的一间老字號店，它就叫老字號豌豆粉。我這次點了這個比較特別，是生啤豌豆。我剛剛聽到生啤，我以為是台灣的生啤酒，早上就一點微醺。大家可能想說，是不是生的肉？那其實不是，生啤指的是豬皮，豬皮已經煮熟了之後做凉拌來吃，旁邊再配了豌豆粉，這個就是生啤，是大理的特色，也叫做大理生啤。不过它这碗我有點遲疑的地方就是這塊，因為它看起來是生的肉，我以為它加了料之後會再去幫我煮熟，結果沒有，我就很激昂，然後說，這真的可以吃嗎？他說是可以吃的，我還是不太敢，因為我畢竟是來這邊旅遊，我很怕我吃了之後肚子痛怎麼辦？這間真的生意很好，銀橋滿旗街就這邊人最多。你知道讓我想到台灣哪一間店嗎？快炒店啊？不是，建宏牛肉麵。你是講它的用餐環境是不是？對，但是因為它又很 local， 很便宜又很有人性，但是環境上因為人手不足，就會顯得有一點點的髒亂。這邊吃豌豆粉是還蠻常見的方式，口感就是鬆軟 Q 彈。這碗最畫龍點睛的就是這個生啤，帶一點豬皮的膠質，吃起來很脆彈爽口，也有豬肉的香味。調料味道跟其他我常吃到的雲南菜色比起來，算是偏酸一點點，所以相對整碗吃起來很開胃。可不可以只點生啤啊？我不想豌豆粉。可以耶，涼拌生啤，小碗是30塊人民幣，大碗是50塊人民幣，所以其實生啤在這邊價格不算太便宜哦。賣現炸薯片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口味。通常啊，我們在買很多口味的時候，不是很猶豫，不知道是哪一種嗎？但是這邊可以直接現場試吃。你看到那個什麼味道，你想試吃你就拿起來試吃，好吃你再買，你就不會有覺得障礙。他們這邊其實真的還蠻富的。我剛開始也不敢拿，看到旁邊當地人直接就拿起來試吃，我才跟着試吃，不然其實我不敢欸。他是稱重賣，但是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說你要買多少錢。我來雲南非常喜歡吃他們的馬鈴薯，這邊叫做土豆。雲南的地區日夜溫差很大，有利於馬鈴薯能累積糖分及澱粉在裡面，所以口感吃起來更細緻香甜。你看看薛仁現在所處的環境，後面是蒼山，左邊是小小溪水，而且我們剛才看一下，那溪水其實非常的清澈。在這麼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，種出來的土豆不用講，應該是 top one。所以來這邊一定要買現炸的薯片啊，跟我們在台灣便利商店買的口感一定會差很多。你看這一袋5塊錢人民幣。台幣22塊，裡面的薯片多多啊！試吃之後，燒烤味最特別，還有一個是黃瓜口味，吃起來味道有一點點太淡了，失去吃洋芋片的樂趣，所以我們就買了燒烤。話說薛仁非常愛吃洋芋片，請你以客觀的角度評斷這個大理的洋芋片是否 OK 呢？我原本很擔心現炸吃起來會不會過油，反而沒有像便利商店袋裝的油膩哦。燒烤的味道調得也非常的好，鹹香，有一點點孜然的香氣在裡面。在這邊逛的時候啊，不乏看到一些比較年輕一點的人在這邊買菜，因為他後面背了像阿姨一樣的菜籃。大理也是蠻多年輕人會來這裡旅居的地方，代表這裡是真的很便宜，所以不管是在地人或是旅居在這裡的人，都會每周固定來這裡買菜，囤一些菜回去當做糧食。那草莓怎麼賣啊？13塊一斤，這樣14塊人民幣。來，有草莓。
第一次喝到紅棗花生豆漿，已經蓋掉豆子的香氣了，不過喝得到滿滿的花生味以及紅棗的香氣。這杯好喝，才12塊台幣而已。現在是中午12點左右，攤販超級多，比早上來的時候還要多。良香良香米粉，什么大理特色？那么好，我要一杯，一杯多少？2元，2元好。謝謝，不客氣。為什麼叫良蝦？因為它的外觀頭大，尾巴小，外觀看起來像一隻蝦子，是夏天消暑的甜點，所以叫做良蝦。原料是用大米做的，吃起来就很像我們台灣的米苔目，因為它也是整杯，裡面再加了一點點的糖漿。剛好現在中午比較熱一點，良蝦的 Q 感跟軟嫩度普普通通。剛才我們點有跟他講說，我們不要旁邊放涼的，一定要現烤的。這點旅客來到早市一定要特別吩咐，不然你放涼的口感跟溫度都差很多，會不好吃。美女，我給你試過今天做的那個新品啊，新品是加了玫瑰的。謝謝謝謝。燙燙燙。為什麼雲南有這麼多玉米的製品呢？像這種玉米餅啊，是雲南的少數民族的主要糧食，因為住的地方海拔比較高，一般像我們的水稻的植物，在這麼高寒冷的地方是沒有辦法種的。不過像玉米可以耐寒，所以成為他們的主要糧食。再加上玉米是屬於能量食物，對於雲南少數民族主要是勞動的工作來說，玉米是很好的補充能量的來源。這個玉米餅上面還加了雲南的當地特色玫瑰，說是他們的新品。原本我是買玉米餅了，他直接幫我升級了，變成新的版本。吃下去之後，這玉米餅的口感，說真的，我不太喜歡，有點像煮到太爛的發糕。上下餅皮只有一點點的微焦，沒有到酥脆的口感，玉米的香氣也沒有很濃郁，難怪它需要用玫瑰花來調味。很可惜吃不到玉米的香甜味道，因為我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有吃過玉米製品，它的玉米香氣其實是可以吃到玉米的香甜味道。旁邊那個孫悟空欺騙你的感情，越多花招在旁邊搞有的沒有的，還不如把食品把它好好做好。小哥哥，請問烤麵筋是什麼做的啊？滷圓粉，純小麥。剛旁邊一攤烤麵筋，來大理第一次看到，一定要來點一下，吃一口啦。麵筋是我們台灣吃新莊小菜的土豆麵筋嗎？素麵筋的口感，它上面有加了一些辣味跟調料啊。麵筋的雲南版，因為在台灣吃麵筋大部分都是比較清淡一點、樸素一點，但是這個是加了調料，我覺得還 OK。這邊是菜市場，有些車子進來，所以喇叭聲是非常常見的。太誇張了，我要怎麼開進來啊？他可能要送貨。您是大理人嗎？啊，大理本地人，我叫阿祖。那個檸檬是不是打過之後會特別的香？香水檸檬，哦，香水檸檬，做出來就聞一下就好一些，對。因為我之前曾經在昆明喝過，特別好喝。對，也有一種叫大口茶，用的是糯米香的茶底。我有去你們台灣那邊。歡迎你來啊！這邊還有介紹什麼好吃的啊？這裡對面有一家小胖烤雞腿啊，那個好，謝謝啊，謝謝。我們夫妻習慣來到這邊就是喝酸去油解膩，這一杯是墨香檸檬，折台幣約30塊，香水檸檬啊加上綠茶真的是絕配，你可以喝得到茶香又有檸檬的酸，不管逛夜市早市來一杯就對。之前在昆明的夜市曾經也第一次喝到檸檬茶，不過這間的檸檬香氣更重，上面的杯蓋很多檸檬的果肉都在上面，這杯的檸檬香氣真的很香。逛完了銀橋街趕集，
這個東西沒有我想象中的多，大部分是新鮮蔬菜、水果，菌子類的攤販很少，只有2-3攤有在賣野生的菌子。這個早市很特別，你可以看到雲南當地的少數民族，像傣族、彝族、白族等等等服飾裝扮，有看到老太太、老爺爺來到這邊去採買，還有一些旅居的年輕人，所以感覺是新創的生活圈跟傳統的生活圈交融在一起的一個早市。物價在這邊沒有我想象中那麼便宜，加上這裡離古城有一點點的距離，大概開車要15分鐘左右。如果你沒有交通工具，不建議你為了這邊便宜的物價特地來一趟。我們為什麼會來？希望帶給觀眾一些不一樣的視野跟角度。你不需要自己親自那一趟，但透過我們創世小夫妻的眼界跟一些想法分享給你，觀眾也可以親臨感受到大里早市的一個熱鬧。我這邊必須要講一個心裡話，為什麼我會喜歡來早市？我跟薛仁都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，都市魂倦怠到我們沒辦法去觀察這世界的美好。為什麼來早市？因為它沒有過多的行銷、花招、裝潢，所以有時候花一點錢來到比較偏遠的市區，當地人的一些生活習俗、文化，可以看到在地人的互動，是我跟薛仁此生要學習的課題。像那邊人真的很多。你好，請你們讓我去10點半。不好意思，对，多到說摩托車它要停的時候，都会把我们的位置给挪開。对，因為這個早市有很多人會習慣騎機車進來，也許當地人很習慣了，但我們是觀光客來，剛開始有點不習慣，會覺得哇，真的有點吵。每個攤販不是用叫賣聲，他們已經很先進了，用麥克風喇叭一直 repeat， 蘿蔔2塊錢，蘿蔔2塊錢，很大聲一直講。我沒想到在地偏遠的地方怎麼會這麼的熱鬧。總結來說，你是旅客的話，沒有很推薦你一定要來銀橋街趕集，因為距離古城有一段距離，那物價也沒有特別便宜，加上這邊的規劃對於旅客來說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友善。然後在這邊逛的時候啊，還蠻多老人家經過你旁邊的時候，他是直接用擠你的就過去了，所以我在這邊被擠了幾次之後，我就要慢慢習慣了。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練一下肢體衝撞。我要搶菜，我要搶交通蘋果。你在這邊要閃避好不好？你要擠，你就會擠不到，擠不到。閃避點滿就對了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